我係 E-Ink Club 嘅 Joe 喺呢度想同大家介紹下眼前呢一部 Box 嘅 Nova 2 7.8寸嘅 Android 嘅 E-Ink Tablet， 到手差唔多1個月啦，咁玩得都差唔多熟啦。咁對比翻自己之前用嘅 Android Tablet 咧，個感覺就係、哇嗰個E-Ink 嘅 Android Tablet 嘅發展可以話係非常之唔錯啦，喺呢一年度。咁嗰個系統嘅流暢度啊，其他嘢嘅可用程度咧，其實都比起3-4年前嘅 E-Ink Android Tablet 咧，都高咗唔少嘅。點解堅持係都要用 E-Ink 咧？因為我就比較中意睇書啦，咁亦都睇得多網頁。咁其實用呢啲 E-Ink 咧就比較舒服嘅。咁佢同呢一個傳統嘅 LCD 同埋 OLED 嘅科技唔同啦，佢個熒幕就唔會有頻閃嘅。咁你睇落嘅話，隻眼咧長時間就冇咁攰啦。咁而好似而家呢啲新嘅E-Ink device，咁其實佢亦都有埋一個可變black light 嘅功能啦。咁佢嗰個色溫係可以調整嘅，即係譬如好似呢部咁，佢可以調整白光比較多啲，黃光比較多啲。咁變咗你其實夜晚睇書嗰陣時咧，就唔會因為藍光嘅影響咧，就影響到個睡眠質素。咁呢啲亦都係呢幾年即係 E-Ink 發展得比較好少少嘅一個路向咯。咁其實喺用呢部 Nova 2之前咧，我都係用緊另外一部7.8寸嘅 E-Ink 嘅 Android Tablet 嘅。咁對比起之前嗰一部啦，呢部 Nova 2有兩個好重要嘅升級嘅。第一個升級就喺個 CPU 上面啦，咁 CPU 就轉咗用高通 Qualcomm 嘅625啦。咁呢粒 CPU 喺好多中階同埋低階嘅 Android 電話上面咧都好常見。咁換咗粒 CPU 之後，你可以見到嗰個系統嘅流暢性咧係高咗好多啦，用起上嚟咧部機係爽咗好多。咁第二個升級咧就係在於 Box 嘅4個新嘅螢幕更新模式。咁呢4個螢幕更新模式就係其實可以你自己去調校個螢幕更新嘅次數啦，即係嗰個 refresh rate 咧，你可以自己校嘅。咁去到最快呢個 X 刷新模式咧，你直情係可以咧喺呢一部 Android Tablet 上面咧就可以睇到呢啲 video 嘅。咁當然嗰啲 video 會係黑白啦，亦都係殘影比較多啲。咁其實我覺得就除非你有好重要嘅一條 infographics 你需要睇，咁呢個功能基本上係聊勝於無，因為個殘影會比較多啲。咁但係即係你可以有呢個選擇，都係一件好事嚟。咁另外呢兩個中間嘅 refresh rate 咧，就可以令到你即係譬如做啲文書處理上，你打字咧，你可以令到個 mon 去更新得快啲咧，你打起上嚟亦都變得流暢好多嘅。咁之後亦都會有一條短片咧，就同大家去睇翻究竟呢幾個 mode 中間嘅唔同嘅分別啦。講完個硬件嘅升級，就講下呢部機嘅主要功能咯。咁好多時買呢啲 E-Ink 嘅 Android Tablet 咧，都係為咗兩個主要功能，一就係閱讀啦，第二就係為咗書寫啦。咁其實分別都係為咗唔想帶咁重嘅書同埋筆記簿出街啫。咁先講講閱讀功能先啦。閱讀功能就喺呢機上面主要分兩大款啦，一就係睇 PDF， 第二就係睇一啲常見嘅電子書檔案啦。我哋先講講開 PDF 先啦。12年前我第一部嘅 E-Ink Tablet 咧係 IREX Elite， 當年開一個10 MB 嘅 PDF， 咁講緊翻頁嘅速度咧，每一頁差不多都要等30秒先至可以翻到一頁，令到你其實唔係好想用嗰部機嚟睇 PDF 嘅。咁又睇下呢一部Nova 2開 PDF 嗰個效率係點咯？我而家試係呢個比較大嘅 PDF 檔案，就差不多500幾 MB， 係我一本我自己 scan 嘅書嚟嘅。咁正常嘅，大家如果喺網上面攞到個 PDF 檔都好少可話咁大嘅。咁我哋姑且試嗰個翻頁效率係點樣？咁打開翻頁，其實你見到好快嘅，咁大概都係1-2秒中間，你就已經可以轉到一頁啦。咁我哋又可以試另外一啲功能啦。我哋要做筆記啦，佢有一個叫快速手寫嘅方法嘅。咁你見到其實你可以真係邊睇 PDF 咧，就邊做筆記啦。咁你可以一路畫，咁基本上你到最尾可以 export 翻個 PDF file 同埋你做嘅呢啲筆記咧，喺同一個 PDF 嗰度咧，可以擺喺其他 device 上面睇，而係可以保持到你個筆記喺同一頁上面嘅。咁其實佢內置嗰個電子書嘅 reader 咧，有幾個功能我自己都幾中意，包括第一個就係頭先啦，我哋可以隨手喺個頁面嗰度記低自己中意嘅筆記咁樣。
第二，佢另外若然你唔想畫花個頁面咧，咁佢又另外好貼心地有另外一個功能咧，就叫分屏功能，就雙開筆記，咁就會變成一個咁樣切割嘅畫面。左手邊就係個頁面啦，右手邊佢就會擺咗張白紙喺度，咁你就可以分開你自己筆記同埋個頁面。譬如我想記低呢條魚叫水晶咁樣。咁我跟住繼續讀睇落去啦本書。呢條就叫做三蘇咁樣。咁其實你可以做到嘅就係你可以保持個頁面嘅潔淨之餘，你又可以自己做到分開嘅筆記。咁大家可以有自己唔同嘅做筆記嘅習慣啦。咁呢個係叫幾唔錯嘅 function 嚟嘅。咁亦都好容易就可以跳得翻去頭先個頁面嗰度咯。咁另外有啲功能就係版式方面咧，即係譬如 PDF，因為我本身呢個 PDF 全部都係圖嚟嘅。咁包括呢啲文字咧，都係用graphic 嘅形式去喺個書度出現。咁如果其實我可以自己喺度教啦，教對比度咯。咁我可以深色少少睇得，咁我亦都可以睇得淺色啲啲，咁令到個頁面更加乾淨。咁其實就好多自己可以做到嘅 customization，即係對於我啲睇書比較奄尖，對呢啲 formatting 比較奄尖嘅人咧，其實係幾啱用。咁講完呢個 PDF 嘅閱讀功能啦，我哋又講一講常見嘅電子書檔喺呢部機上面嘅閱讀情況係點啊？咁睇翻我書庫裏面有好多種唔同嘅常見電子書檔啦，一就係最常見嘅 EPUB 啦，跟住就係你喺 Kindle 嗰度會買到嘅 A7-3 嘅 file 啦，甚至係未解壓嘅 zip 啦，你都可以直接喺呢部機上面開到，而唔需要轉檔嘅。咁而家我就試試呢個 EPUB 嘅閱讀 function 啦。咁基本上原廠呢一個閱讀 app 咧，其實俾到你嘅功能咧，已經係一般電子閱讀器裏面可以俾到你嘅，基本上都俾晒㗎啦。可以換字體啦，行距、斷距兩邊嘅 margin 都俾晒你嘅。而佢多出嚟有個 function 咧，就係喺 EPUB 上面，佢可以用筆做呢個筆記嘅。即係譬如我可以試翻，其實同頭先咧嗰個喺 PDF 上面嗰個情況咧係相似嘅。咁到最尾，我要保存呢啲手寫筆記咧，亦都係我睇完呢個書之後，我可以 output 翻同一個 PDF file 裏邊咧，我手寫筆記係喺晒度嘅。咁而頭先我哋試過功能嗰個雙開筆記個功能啦，亦都係繼續喺 EPUB 度都可以用得到嘅啦。譬如左手邊就係原文啦，右手邊我可以記低。咁其實我就可以到最尾，亦都係咯，我可以保存落同一個 EPUB file 嗰度，就可以儲低晒我呢啲手寫筆記。咁對一個睇書嘅人嚟講，其實都幾方便嘅功能。我自己都幾中意原廠跟嚟嘅呢一個電子閱讀 app 嘅，因為佢嘅功能齊之餘咧，譬如我自己比較中意間線嘅，咁唔知大家睇書會唔會中意間線啦？咁譬如我要間嘅就係喺呢度。呢度我中意佢係連間線佢都可以有得揀嗰啲 format 咯。你中意好似我咁好似呢啲傳統書名號嘅方式又得，截線嘅方式又得，甚至用 highlight 嘅方式亦得。咁色隨尊便。咁呢啲 customization 唔係其他閱讀器上面會俾到你嘅一啲功能嘅。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啱一個中意睇書嘅人嘅一啲功能。咁講完閱讀呢個主要功能啦，又講一講呢啲 Android tablet 另外一個主要功能就係手寫筆記啦。咁好多朋友知道我用呢啲 E-Ink Android tablet 之後，都會問啦，可唔可以買一部咁嘅機，就取代咗自己嗰本好重嘅 notebook 啦？咁我嘅答案係覺得係可以嘅。咁喺呢度咧就同大家試一試啦，嗰個手寫筆記嘅功能究竟係咩情況？咁我哋可以開本新嘅筆記簿啦，去試一試呢個記筆記嘅功能啦。咁筆記簿裏面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好多背景可以俾你揀啦。咁你亦都可以喺雲端，同埋你亦都可以自己準備自己嘅背景放喺本地嗰度去做設定你個筆記簿嘅背景。咁其實嗰個手寫嗰個經驗咧，就同頭先喺個 PDF 嗰個電子閱讀器裏邊咧，用手寫去做筆記咧，嗰個經驗係差得多，都係非常之流暢咯。
寫字係寫到嘅，唔係斷估嘅。因為你可以見到佢流暢得嚟咧，佢個位置好準確嘅。咁變咗咧，其實可以好大幅度咁樣模仿得到你係真正用筆同埋用紙上面做筆記嗰陣時嘅經驗嘅。咁原生呢個筆記簿 app 咧，佢有好多功能都幾實用嘅，即係包括佢會可以做得到，就係可以插入圖片咯。咁喺啲圖片隔離做一啲注釋啦，自己儲低佢做一個筆記咯。另外佢有個功能就係一個叫 AI 功能啦，就係認字嘅功能。你用啲手寫嘅筆跡，咁佢就會認到出嚟就變成一啲電腦打字嘅東西。當然嗰個準確度唔算好高嘅，咁但係都一個功能你可以試一試用嘅。喺呢度試一試。即刻俾大家睇睇，寫得端正啲係會有幫助嘅。嗱，即刻出嚟係可以認得到，你寫得大隻啲、端正啲，佢係會認得到比較多啲。同時間，佢認英文嘅能力亦都比認中文嚟得好少少嘅。咁Box 亦都講啦，話佢其實有一個嘅筆記同步嘅功能啦。咁你 log in 咗呢一個文石嗰個 account，咁佢其實你就可以將你自己嘅筆記咧，就喺你手上面嘅所有 Box 嘅 device 嗰度咧，就做咗個同步。咁都係一個幾方便嘅功能，但係當然即係我冇特別去用呢個功能，所以喺呢度就試唔到俾大家睇嘅。咁講完閱讀同埋記筆記兩大主要功能咯。咁始終Nova 2呢部機係一部 Android 嘅 tablet， 其實好多嘅 Android apps 都可以用得到喺呢部機上面。我自己主要用嘅就係睇書啦、記筆記同埋會上網啦。即係譬如我自己會用翻 Chrome 嘅。譬如我要睇新聞咁，其實個速度都係可用嘅。咁若然你覺得佢開都閃得比較多嘅，你直情可以開另外一啲模式啦。咁變咗你用嗰陣時，你翻頁其實亦都係流暢嘅。咁當然冇可能同你傳統嘅手機或者傳統嘅 tablet 上面去比較，因為始終嗰個 mon 嘅 refresh rate 係比較低嘅。咁但係你會睇得舒服好多。譬如我長時間去睇呢啲新聞，我唔會覺得隻眼好刺痛咁樣。咁呢啲都係呢部 Android tablet 可以做到嘅東西啦。咁其實我自己就試過好多唔同嘅 apps 咧，其實都可以 support 嘅。咁但係有一啲 apps 咧就個 support 會比較差啲，譬如好似我另外我一隻常用嘅筆記嘅 apps 叫做 Script。咁佢因為佢寫嗰啲筆畫咧會係一啲 vector 嘅筆畫啦，咁變咗佢出嚟咧個情況係會差啲嘅。你可以見到其實我縱使開咗呢個快速嘅 refresh 功能都好啦，咁佢出嚟嘅筆咧嗰個遲緩程度都係好大嘅滯後。咁同頭先原生嗰個嘅 Notepad 係唔同啦。咁所以呢點亦都要注意嘅。OneNote 同埋 Script 呢類型嘅筆記 app 咧，都係喺呢個 tablet 上面咧係表現得比較差少少嘅。講咗咁耐啦，呢部 Nova 2嘅閱讀功能啦、手寫功能啦、Android 嘅一般應用啦，都試過俾大家睇。咁好多朋友就會有一個問題啦，點樣去揀呢啲機咧？即係咁多類似嘅機器咁究竟點樣揀一部啱自己用嘅咧？咁其實市面上主要有兩大流派啦，一就係即係 E-Ink 嘅 Android tablet 啦。第二邊咧就係 E-Ink 用自家製系統嘅一啲平板啦。咁自家製系統裏邊就有用 Sony 嘅 DVT Series 啦，另外就有 Remarkable 1、2啦，跟住落嚟。咁佢哋其實以前都係比較去宣傳自己個手寫個體驗做得比較好一啲。咁但係其實頭先你都睇到我試呢一部 Nova 2嘅手寫功能嗰陣時咧，其實都非常之順暢，非常之咁準確嘅。咁而對比翻我自己手邊有嘅 Sony DVT S1 同埋 DVT CP1，咁其實嗰個手寫嗰個體驗唔會爭得太過遠，甚至我覺得係根本係冇分別嘅。咁但係呢啲用 Android 做作業系統嘅 E-Ink tablet 嘅好處就係在於，因為佢行 Android，咁佢可以裝 Apps， 有好多原廠冇俾你嘅功能咧，你都可以透過自己揾翻相關嘅 Apps 去補足翻嗰個功能嘅缺陷。咁變咗其實你個靈活度咧就會多好多。即係譬如好似而家Android 有好多Apps 上可以睇漫畫嘅，你可以裝到落去。但係你呢啲咧，你喺 Remarkable 同埋喺 Sony 上面你就做唔到啦。再加上譬如我有一啲電子書嘅檔案我想開嘅，咁我 Android 我唔需要擔心我原廠嗰個閱讀器我開唔開到。
因為譬如我喺 Sony 嗰度，我用部 DPTS 1嘅，我只係開到 PDF，我冇辦法可以開到 EPUB file，冇辦法可以開到 MOBI file 嘅話咧，咁我冇辦法喺個 DPTS 1上面睇，咁喺 Android 上面就唔會出現呢個問題。我覺得個比較最基本就係諗諗譬如如果你自己電話係用 Android 嘅，咁我就會建議你會用翻Android 嘅 E-Ink Tablet 去做翻同一個生態環境、同一個 ecosystem 裏邊，咁你上手就會方便好多。咁另外你話你真係好追求好輕、好薄，用嗰個時間好長，個電可以捱到好耐嘅，咁你真係可以考慮下 Sony 嘅 Series 啦，或者 Remarkable 咯。咁其實大家兩者使用上面嘅體驗最大分別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個作業系統嘅問題。究竟你係真係會唔會想裝 Apps 去令到部機可以有多啲用咧？咁呢個係你要考慮嘅地方。最後啦，多謝大家嚟到第一次由 E-Ink Club 阿 Joe 同大家去試玩呢啲 E-Ink 產品啦。跟住落嚟 E-Ink 個市場會有好多好新嘅發展嘅，即係正如跟住落嚟今年應該我哋會見到第一批彩色嘅 E-Ink device 啦。希望喺呢度就可以同大家玩到更加多、更加新嘅 E-Ink devices 嘅。